有什么发现吗？尸体经过冷冻，具体死亡时间很难判断。尸体衣着完整，现场无大范围血迹，但有很明显的拖动痕迹。这里应该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你有什么发现？我觉得这个家很奇怪，充满了混乱，似乎好像也缺少了点家的味道。程队，这边的抽屉原本应该有大量的手表和首饰，但现在都没了。还有，这边。这里应该才是案发现场。感觉像是入室抢劫杀人，然后再把尸体搬运至地下冷库。发言人，我们是北江分局刑侦大队的，我是杜成，这是我的同事沈毅。你是杜青的弟弟是吗？对，您认识我姐姐？认识，都认识好多年了。以前在欧洲老是碰到，他也总跟我提他有个当刑警的弟弟。曹先生，咱们聊案子吧。好，来坐。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爱人是在什么时候？
22号那天，我儿子回来，我们在家里吃的饭。第二天早晨6点呢，我就出差去了机场。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您太太遇害的？就今天早上，我回来以后，就听到秘书在那儿尖叫，然后吹冷哭，就看到我的爱人躺在里面，然后我就报警了。那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和您的生意有关？我做生意从来没有跟人结过仇啊。您平时跟您爱人住在一起吗？没有，我们分房睡的。我平时也忙，他睡眠也轻，我们就分开睡，这样就互不干扰了。您儿子呢？部长，我没有看到他的房间。他自己住外面。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看看！你冷静一点！你个自私的混蛋！冷静点！你从没关心过我妈，我早就应该让她离开你。你胡说什么？啊！曹先生，方便让我们和您儿子聊几句吗？好。你别看他这副人模狗样的，他有今天，靠的全是我妈。你最后一次见到你母亲是在什么时候22号晚上吧，我回家吃饭。早知道那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你和你父亲关系不太好。虽然是他生了我，但我这辈子都看不上他。死者刘瑶，58岁，和丈夫曹健是校友，毕业后共同创业，成立了房地产公司。有了儿子曹晓东之后，慢慢淡出，把公司全权交给了丈夫曹健，专心在家照顾孩子。这个是刘瑶的丈夫曹健，接手公司之后，把原本的业务扩展到了酒店、娱乐、餐饮、保健等领域，是本市知名的企业家。我好像看见过他们家的八卦，说刘瑶家本身就是上市企业大公司，曹健能发家完全是靠刘瑶。难道这是一个豪门恩怨的案子？也有可能。这个是刘瑶跟曹健的独生子曹晓东，在母亲的培养下考取了美国藤校，毕业回国之后，在自家的公司轮岗，3年轮岗结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安排到了集团旗下的会所当总经理。会所？这样的海归二代，难道不应该被当作家族企业继承人来培养吗？怎么会去管理会所？问杜队，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比他清楚，是吧，杜总？不听话呗。法医那边有什么发现？初步确定死因为腹部脏器多处锐器贯通伤，但由于尸体经过冷冻，具体死亡时间还需要详细尸检。不过我们在第一案发现场的门把手上采集到了除了死者一家和秘书之外的陌生指纹，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但信息库还没有匹配到。监控有什么发现？监控显示，曹晓东和曹健离开的时间属实，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可疑的人，就是这个人。23号上午10点，他从小区后门刷卡进入，直接去了曹家。他是从前门进去的。1个小时之后，他换了一身衣服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行李袋，看样子这个行李袋里装满了东西，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戴了帽子和口罩，看不清样貌。沈毅呢？他正在复原呢。李涵，把这个视频循环播放一下。你们看啊，这个人进小区直接进了曹家，说明他对小区跟曹家是轻车熟路啊。蒋峰，你去趟小区物业，调查一下近半个月进入过曹家的人，包括物业的内部工作人员。明白。各位，监控里的人我还原出来了。这个人，面容特殊，脸颊消瘦，没有眉毛。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他可能曾经接受过化疗，是一位癌症患者。癌症患者。癌症患者到了化疗的阶段，通常都会暴瘦，所以他原本的样子应该是这样。这是季军啊，小区原来的保安，人特会来事儿，好多业主家里有个什么活儿，都点名让他帮忙，像什么泊车、迎客、关窗锁门什么的，都干得很好。这么说，他是知道业主家密码锁的密码。他人在哪儿？3个月前离职了，胰腺癌，发现就是晚期。这块儿有他用过的东西没？有，他走的时候公牌上交了，我收着呢。他住哪儿？季军是吧？哎，别动！你涉嫌故意杀人，警方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带走。走！哎，你们干什么？你别走！凭什么带走他？你有什么证据啊？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他的指纹。什么指纹啊？发生什么了？陈队，第一个房间只有简单的个人物品，没有找到赃物。陈队，第2房间也没有发现。这。赃物找到了。别动！这东西哪儿来的？我没见过，有业主丢东西了是吗？他在那个小区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他对业主比对我们都上心的。他没跟你抱怨过小区里的业主吗？怎么会抱怨呢？我们报案都来不及的，我们不会。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跟他有关系的。那没几条啊。你在那个小区当保安那么久，跟曹建家熟吗？不熟。那为什么选择他家？我之前无意间看见过他们家门锁密码，就记下来了。而且他们家最有钱。具体说一下作案过程。
进了门以后，我到1、2楼都转了一下，没发现什么东西，就上到了3楼。在3楼的卧室里，找到了好多珠宝首饰，我都拿了就走了。那为什么要杀人？我拿了东西出来，然后好死不死，就看到刘瑶从浴室里走出来。我本来想跑的，可他看见我了，还喊我名字，我就慌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刀掏出来了，捅了他。完事以后，我把他拖到冷库里去了，清理了血迹。再到2楼换了衣服就走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有冷库？啊？你刚刚说进了1楼、2楼，直接上3楼，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有可以藏尸体的冷库？啊，就我在那个小区好多年了，然后每家每户大概什么情况都了解一些。曹家的情况我早就摸清了。我劝你说实话。警官，行了，别问了，我都认。盗窃、抢劫、杀人，我都认，偿命呗。动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你们看我这样，胰腺癌晚期，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不死没关系，可我老婆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全家都指着我一个人挣钱的。当保安又没有什么存款，我要是死了，他们怎么活？只要是为了他们，别说杀人了，什么我都敢做。你怎么看？季军在描述杀人过程的时候，内心情绪波动不大，像是在诉说早已准备好的台词。但当他提到孩子的时候，明显的能感觉到，他是真情实感的在担忧孩子的未来。在他们家的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他是一名好父亲。他要为自己的孩子筹谋未来的生活保障，可为什么最后要选择杀人呢？我怀疑还有隐情。我想把他带回曹建家，让他重演一下犯罪过程。现在正好10点，需要你重现一下案发过程。
那边。就这儿。我在这儿找到了很多首饰，找了个行李袋儿，都装起来了。刚准备走，就碰到刘姐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在浴室把她捅死了。你现在演示一下，当时是怎么把刘瑶的尸体搬到地下室的冷库的？我现在病态越来越严重了，身体不如前些日子。继续。好了，可以了。季军，你在撒谎，人不是你杀的。人是我杀的，是我杀的。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把刘瑶的尸体拖到地下室的冷库。是，就是我杀的。那上面还有我的指纹。我们在这个门把手上提取到你拇指的指纹，无论是位置还是方向，都和你刚才的动作截然相反。而且一般人开门的时候留下的指纹都是不完整的，而我们提取到的那一枚却十分清晰。所以我们提取到的那枚指纹，是有人故意干扰我们的调查而留给我们的。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季军，季军，叫救护车。这边。孙警官，您稍坐一会儿，曹总马上就来。好，谢谢。沈警官，不好意思，有事耽搁，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想跟你再了解点情况。
申警官，让我猜猜，你是听到了什么，是吧？有人说我吃软饭，靠我老丈人上位，还是说我被打压习惯了，自尊心被踩在脚底下，还是有人说，因为我恨刘瑶，所以我把他给杀了。说说看。我承认，当时我娶刘瑶，就是为了帮上他父亲这棵大树。生意场上靠的就是人脉跟资源，而他父亲就是我最大的资源跟最强的靠山。这夫妻是利益共同体，我需要刘瑶，那刘瑶何尝不需要我呢？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至于有没有感情，这重要吗？如今我的老丈人已经瘫倒在床上了，就算我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刘瑶能拿我怎么样？那你说我杀他干什么？还不如说他想杀我，这还更合理一点。我看你这里收藏了很多油画。啊，是，但是这些画不是我的，是刘瑶他们家的。他们喜欢去欧洲度假，逛古董店，偶尔还会委托买手呢帮忙拍画。那这一幅《伏羲女娲图》，应该就不是刘瑶的了吧？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幅中国画，而且上面有双蛇缠绕。不管是在您家里，还是办公室，随处都可以看见双蛇状的图腾。那些代表的是商业、贸易，唯独只有这一幅，象征的是繁衍。您很想再要一个孩子？申警官，你的观察力很好。我只能这么说，这小东心比天高，在国外念几年书回来，就想继承我的家业。我只能告诉他，天底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你看，刘瑶他们的家族一向是争来争去的，所以我已经看透了，孩子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所以啊，我第一次见到杜成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别人打破头都要争的东西，拱手送给他，他不要，他迟早啊要为他的天真而后悔的。杜成我比较了解，在他身上确实嗅不到什么世俗的味道，就像您的追求，外人也看不懂，不是吗？刘瑶已经死了，我个人追求什么，也没人能管得着。对了，你们调查的如何了？这入室盗窃、抢劫、杀人，这么大一个案子，这凶手一定要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怎么样？我怀疑刘瑶的死跟孩子有关系。季军昏迷了，已经说不出话了。李涵刚才来消息，说他老婆拿了一包东西到警局，咱们回去看看。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们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我家里找到一张纸条，是季军留下来的。他说给我们留了钱，让我们在他走了之后好好的生活。钱都在这儿，我们
不要，我们一分都不要。我就是求求你们，你能不能让他在最后的日子过点好的日子？哎，你先起来，好好说。你先坐下。怎么回事？你这个金手链哪来的？是他送我的。什么时候给你的？大概8个月之前，那天他说，结婚都没给我买过3金，想给我补个手链，下辈子再给我戒指和项链。这个也是他偷的。可能他以前就去过曹建家，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查了季军半个月前的行动轨迹，没发现他去过曹建家。那这个金链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金链子是季军去医院治疗回来给他妻子的。我查了当天的监控，找到了这段视频。那像是在故意开车撞人。他为什么要撞一个孕妇？陈队，孕妇叫周珊珊，曾经在曹晓东的会所上班，是个公关，后来傍上了曹晓东就辞职了，现在怀孕在家待产。12号的下午3点，曾经撞车受到惊吓，去医院保胎，这个是他资料，还有住院记录。我感觉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季军很有可能是被收买了。谁收买他？你说怎么查，我配合你。申毅，你和李涵去找周珊珊聊聊。咱们去会会曹晓东。好。程队，这里有具损毁的雕像，看样子像是一只狮子。警察同志，请坐。你们来找我，还有什么事吗？周珊珊是你女朋友？是啊。怎么了？她被车撞了，你知道吗？哦，知道。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她在工作里或者生活中有没有跟谁结仇。没印象。那你呢？你有跟人结仇吗？我要是说是我爸，你们会信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为了钱。他担心我和我妈把他踢出去，我的孩子也会分家产，所以他雇人想害死我的孩子。我觉得是他杀了我妈。我们需要排查一下这里所有认识周珊珊的人。周珊珊啊，她刚来的时候看着挺笨的，讨酒都不会。可谁知道她是扮猪吃老虎，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抓了个大小王。曹晓东？不是，小曹总的妈。周珊珊是个研究生，意外吧？刘瑶，经常来这儿吗？是啊，刘瑶特别喜欢周珊珊，每次来这边陪客人，就指定让她陪着。我就觉得这个周珊珊啊，就是故意装清纯的，这高学历就是不一样，能跟有钱人聊得到一块儿去。哎，你知道吗？周珊珊其实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的，小曹总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在会所喝酒打牌，哎呦，天亮了才回去。我看着小曹总是不怎么喜欢他的。来，金雅同志，这是我的名片，哎，拿着拿着，以后来这边定位记得找我啊，我给你们送酒。去吧。北江分局刑侦大队的画像师沈毅。李涵，你也下去吧，警察在呢，能有什么事儿？好。不好意思啊，上次被撞了以后，小东就给我配了保镖兼司机，来保护我和孩子的。对于谁想害你，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这我真不知道。之前有得罪过谁吗？我之前在会所上班，干我们这一行的，没人敢得罪客人，也没人把我们放在眼里。再大的冲突，也就一瓶酒的事儿。辞职之后，我就一直住这儿，待产。我能得罪谁呢？孩子还好吧？挺好的，6个月了，男孩。那你跟曹家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我对我自己的位置还是知道的。我呢，就想靠我这个孩子，给自己挣一份生活保障吧。只要孩子跟曹家有关系，就够了。那些画是你画的？对，成人绘画班学的。画的挺好的，结构非常稳定，色彩温馨明亮。能看得出来，你的确对现状还挺满意的。这都能看出来？没错，被撞，也许是个意外。曹家人对我也挺好的，我确实没什么可担心的。你的手镯挺特别的。小东他爸送我的，10几万呢。他们这家人这方面对我确实挺好的。我想要什么，说买就给买了。刘瑶选了周珊珊给曹晓东生孩子，所以曹晓东和周珊珊之间并没有感情基础。那曹晓东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你眼熟吗？这个在曹晓东的会所里我见过。我在曹健的家里看到过很多一模一样的。这能代表什么？我觉得是刘瑶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主权。曹晓东会所里那个也是他放的，应该是。你再看这个，
这是一头母狮。一般狮群的组成是由一头雄狮和几头母狮组成。母狮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为了维系整个狮群，很有可能要经历多次雄狮的更迭。之前可能是爸爸，之后可能是儿子。曹晓东会把这么大的一个雕塑放在空间的中央，说明这个艺术品蕴含的含义是他非常认同的。但现在母狮断头，它下面的碎屑说明它刚被砸碎不久，所以我推测曹晓东和他母亲柳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程队，沈老师，我查到曹健投资过一家基因公司，叫江城凯莱生物，他带周珊珊也去过，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过去看看？行，我和程队去吧。好。你们好，我是唐可盈，方老师让我来接你们。方老师，北江分局的客人到了。没想到来的人是你，不成，我同事。你们认识？幸会。有一个案子，我们查到曹健带着周珊珊来你这儿做过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周珊珊以及曹健父子的具体情况。曹健、周珊珊，很奇特的几家人。你对他们是什么感受？曹健的家里有很多图腾符号，到处都传达着欲望，但是欲望和欲望之间又有着强烈的冲突，似乎在滋养着某种邪恶。我们想了解一下，曹健带周珊珊，具体是来做什么？我非常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不过很抱歉，凯莱生物是一家基因研究公司，我们和客户之间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我们查到，曹健也是你的投资人。从这个角度，你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非常不错的角度。不过沈毅的感受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你应该再遵从你的感受，继续挖掘。你到底愿不愿意配合我们的调查？好，我去查一下。曹健先后带过很多女性来做过基因检测，周珊珊是最后一个。他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来做基因检测？检测他们的基因是否匹配。因为曹健家族有非常严重的基因缺陷，而且是强遗传性。具体是什么样的缺陷 ？MAOA 基因，又名战士基因或犯罪基因。研究显示，如果男性体内的 MAOA 基因一旦发生变异，就会控制不住情绪，造成暴力和攻击行为，可以说是天生的犯罪者。伏羲女娲图象征的是繁衍，您很想再要一个孩子？沈警官，你的观察力很好啊。所以，想要跟周珊珊生孩子的，到底是谁？你可以试试
把你在他们家的感受和你的推测相对应一下，说不定就知道答案。杜警官，沈毅独特的感知力是艺术家的天赋。我认为警察这个职业限制了他。太多的规则、边界、理性，会扼杀他的直觉和想象力。我们应该劝他重新考虑对职业的选择。感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走。你为什么觉得孩子有可能是曹健的？我发现曹健这个人有很强的生殖崇拜，他的衣着打扮也不太像他这个年龄段通常的样貌，说明他不服老。他在周珊珊去检测基因，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为了自己。你认识那个人？啊，认识。很熟吗？算得上是一个朋友吧，在画展上认识的。他买过我的画。那人感觉怪怪的。怪怪的？哪里怪？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像谁啊？以前的你。你跟曹健什么关系？他是我男朋友的父亲啊。除此之外的？你们不会以为他也看上我了吧？拜托，有钱人呢，现在什么女人找不着，非得看上我，我又不是什么金凤凰。曹健和刘瑶关系紧张，你知道原因吗？我哪知道？反正不是我。那是曹晓东吗？但曹晓东又说是曹健杀的刘瑶。他们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曹晓东烂赌，刘瑶一直在帮他管会所，还自掏腰包给他补窟窿。曹健对这事儿发飙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去找了你的儿子曹晓东，他向我们暗示，是你杀了刘瑶。看来他是真的恨我啊。他为什么恨你？我之前的确是想隐瞒，毕竟家丑不外传嘛。5年前，小东去做了检查，他有了无精症。他这辈子都别想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万万没想到，我曹健居然要绝后了。但是那时候刘瑶也50几岁了，要做试管的话也很难成功。我也不想让她遭罪，可是刘瑶又爱面子，她接受不了小孩这样的。她还帮我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样事情的姑娘，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我的基因生孩子。名义上呢，这孩子还是小东的，我们是爷爷奶奶。
所以说，周珊珊肚子里的孩子，实际上是你的。是啊。那这件事儿，曹晓东是否知情，并且接受？他一直不能接受，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羞辱。这怎么会是羞辱呢？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两全其美的办法了。这事情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警察同志，如果刘瑶真是他杀的，那我也只能接受。我再跟您确认一下，你刚才在指认你的儿子曹晓东杀了你的妻子刘瑶，是吗？是。狮身人面像。对，斯芬克斯，它是一个神话生物，拥有狮子的身体、人类的头，还有鹰的翅膀。它被派往特派斯城，向那里的居民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解答的问题：早晨走路4条腿，中午2条腿，晚上3条腿的生物是什么？俄狄浦斯回答：“这个生物是人类。这个男人就是俄狄浦斯。”弗洛伊德借助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王创造了一个概念——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男孩爱母憎父是一种本能。所以，你认为曹晓东有俄狄浦斯情结？刘瑶家族殷实，曹晓东总是认为自己的父亲曹健是个手段卑劣的凤凰男。曹健的实力日渐强大，刘瑶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有意地强化了曹晓东可以取代父亲夺回家产的潜意识。当这种欲望被积攒到极限的时候，他的男性自尊却被彻底的摧毁，并且知道了这件事的主谋是母亲刘瑶，于是母子情深就变成了弑母之恨。但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曹晓东杀人的证据，整栋房子都已经筛过一遍了。你还想找什么？有手电筒吗？这幅画是近代的仿品，用的是市售的标准颜料。但底下这些颜料碎屑
是属于另外一幅画的，是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坦培拉颜料，是用蛋清还有色粉制成的。 画被人换过，而且替换的时间不长。我怀疑，这上面原来挂的那幅画上会留下一些线索。这段时间整栋房子都被封锁着，那么大的东西不可能运出去，所以那幅画一定还在这儿。 督察，被换下来的应该就是这幅画。你怎么来了？我请你出去，不然我就报警了。保镖，请他出去。你们这些主子的走狗！拿着钱，滚！曹晓东，你是不是疯了？报警！敢报警？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他？识相的话就滚！曹总，你别为难我，曹总，滚！回来！还有你，出来！滚！臭逼！张长青，这么跟我玩？你以为你们得逞了吗？啊！不叫你们都欺骗我！所有人都背叛我。小曹总，小曹总，小跑，真是还想跑？你骗了我啊！不是我，是你妈。你们都敢玩我啊！你们都别想活！曹健的孩子去死！别杀我，孩子，也不要，求你了，求你了！住手！给你放手！曹晓东，住手！住手！我们在这幅画上发现了刘瑶的血迹，
还提取到了你的指纹。周珊珊死了吗？没有。孩子呢？也没有。曹健还是得逞了。斯芬克斯，为什么把我妈妈画成她？你很爱你的妈妈，但是你妈妈却背叛了你。我的家和正常的家庭不一样。从小，我妈就一直告诉我，我必须足够优秀，才能继承家业，否则，我所应得的都将被别人夺走。妈妈，妈妈，你怎么了？曹健这个王八蛋，就想用这个会所把我们母子打发了，其他所有的生意一概不许我们碰。妈妈，曹健发家靠的是我们家，您不能再忍了。我准备跟曹健离婚。我请了最好的离婚律师，他预计我们这个离婚案子至少要打3年。除了要盯紧曹健，在这个期间不让他转移资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赶快生个孩子，要尽快，这样就可以多一个人分走曹健的财产了。妈，可是你知道，我没办法。我知道，妈妈知道。我在这儿已经给你找到了一个女孩，她叫周珊珊，研究生毕业，脑子很灵的。我到外边再找一个跟你长相相似的，学历、性格都非常好的小伙子，让周珊珊尽快生孩子。我们对外就说是你喝多了玩的，这样谁都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啊？小曹总好，我是周珊珊，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什么都不会说。刚去做了产检，马上就12周了。我给他租了一个房子，还请了一个保姆。以后这里你就不要再来了，回家里好好养着。好的，刘总。去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出门好好收拾收拾，别给我丢人。谢谢，小曹总。本来一切都计划好了，我和我妈妈只需要耐心的等着，和曹健做清算。但我妈越来越往周珊珊那里跑，没想到是我低估了人性。多吃点水果啊，水果对宝宝好。甜，你也尝尝。好啊。小东，你怎么来这儿了？
喝这么多酒啊？酒味熏到珊珊怎么办？起来！哎，珊珊，妈，你们什么时候这么亲了？小东，珊珊现在也算半个家里人啊。再说我把珊珊照顾好，不也是为了你的孩子好吗？小曹总，您还是回会所吧，我这儿吃的喝的太清淡，不合您胃口。一会儿呢，我也要休息了。少给我装人了！小东，你我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行，孩子我不要了，明天就去给我打掉。小东，你说什么呢？曹晓东，你给我清醒一点。现在是你们求着我。走了啊？刘姨，把他带走吧。好，你早点休息啊。你他妈的跟我装什么装？只有我的用我的住我的，还敢这样跟我说话？你休息啊！我打死小东，你干什么啊？这个计划开始慢慢失控，我也开始找不到我自己的位置了。我妈妈似乎也不再属于我。这孩子是曹健的，是你在骗我，还是周珊珊在骗你呀？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的，可我不清楚曹健怎么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一定是在我没看住的时候，他找人偷偷做的。这还是我平时对周珊珊好，他都告诉我的，不然这个孩子生出来，就会多一个人跟你争家产了。不行，这孩子必须得打掉，跟他谈。再给他一笔钱。你以为我没谈？周珊珊脑子很精的，她一定知道曹健会给的比我们更多。撞周珊珊是你让人做的吧？小东，妈妈现在也很能理解你的心情。可这毕竟不是一辆车，说不要就不要了。它可是一个生命啊！要怪啊，就怪你爸，太卑鄙了。为了钱，他什么都能干出来。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先接受这个孩子。毕竟对外，你是孩子的父亲，曹健不会不管你们的。以后，什么都会有的。你有考虑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吗？有钱才能有尊严呢，不许胡思乱想。酒不要再喝了，放轻松一点，好好睡一觉，好吗？
曹晓东，你给我清醒一点。现在是你们求着我。你要赶快生个孩子，分走曹家的财产了。这孩子是曹建的，是你在骗我，还是周珊珊在骗你呀？先接受这个孩子，毕竟对外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你有考虑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吗？有钱才能有尊严呢。要怪啊，就怪你爸，太卑鄙了。为了钱，他什么都能干出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再喝酒了。看看你那个样子像什么？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像什么？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像什么？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小东，小东，妈，怎么是你？妈，按住，我去叫救护车。小东，你是不是都知道了？妈，你别说话。周珊珊，周珊珊的孩子是我们的筹码。妈，你说什么？孩子一定要是曹家的血脉，才能实现咱们的计划。可是你不能生育，妈妈才不得已这么做。妈，我还以为，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还有你会站在我身边。原来，这都是你们计算好的。我才是那个大傻子。我们都很爱你，很爱你。这个，把镯子送给周珊珊，让她跟你去美国，以及她的孩子是你的亲弟弟。活下来，活下。妈。妈，妈，后来的事，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然后你找了季军领报。是。你画得很像我妈妈，我以为我很爱她，但其实我也恨她，我自己都没发现。竟然被你看出来了。是你给的灵感。潜意识的外化，原来这一切都有迹可循。父亲嫌弃儿子，儿子仇视父亲，夫妻互相算计，这家人真够乱的。分解复杂人性，然后进行归类，这就是我想做人性图谱的原因。我想申请去探访一些重刑犯。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大量的复杂性样本。沈毅，你做研究可以，但不能冒进。别忘了，你刚放下小红裙的心结，